中华武术自古以来便被赋予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，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与中医学、道家思想、法家学说、阴阳五行等传统哲学理念息息相关。武术修炼者的旅程艰苦而漫长，他们不仅要承受肉体的极限挑战，更要经历心智的淬炼。因此，在众多武术修炼者中，真正达到高深境界的人寥寥无几。金庸小说中的《葵花宝典》就是一个武功绝学的典型例子。作为一门传说中的顶级武功，它诞生了东方不败、林远图等一流高手。东方不败更是将其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然而，这样的功夫练成的代价是巨大的，需自宫而后才能修炼。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北冥神功，则以其能够吸取他人内力的特性，成为快速提升功力的手段。在古代，武术被视作超越凡人极限，甚至超越生死的手段。有些武术大师追求超越生死，但在终其一生时却遭受了比常人更大的痛苦。这样的例子在武林中不乏其人，例如八卦掌的大师董海川和自然门的杜心武。董海川从小就表现出对武术的浓厚兴趣，他广泛求学，探讨各家武术，最终创立了八卦掌，并将其炼制大成。他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因材施教，培养出了众多著名的武术家。然而，董海川的生活并非平凡。传说中，他练习八卦掌时因夹紧裆部，对肾囊的摩擦过度，在年轻时因难以忍耐欲火而选择了自宫。而在武术的末路上，有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，一些功夫极高的武术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也就是散功。杜心武和董海川就是这样的例子，他们死前都表现出了极端的不适，身体和内力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。与此相对照的是杨露禅，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平和而满足的方式离世，似乎是在告诉世人，并不是所有的功夫大师都会在最后时刻经历痛苦。传言中有这样一句话，武功越高，临死前的痛苦也越大。这可能是因为当一个人的内力达到极高的境界时，生命的终结会导致内力失去控制，从而产生剧烈的痛苦。但这也仅仅是传言而已，现代科学尚未能够解释这一现象。你好，我是安琪博士，以上信息来自网络搜索，不代表本人观点，如有误差请谅解。我的频道聚焦从宇宙的宏观而非微观的任何宗教、种族、文化或价值体系等人为的思维定式角度，协助不想被无形宿命掌控的个体探索如何能跳出思维局限，为自己的永生永世的福祉来规划当下的人生，避开人生的苦难，超越生死，掌控转世轮回。所以我会选择有代表性的真实人物、事件、现象等贴近生活的例子作为入门基础，同时利于日后拆分和剖析技术要点，解答实际应用中的技术难点，以便大家能最轻松地掌握自动导航超心理技能。欢迎留言栏讨论，练功者如何可以把欲火转化为超能量而无需自残。平常练功时，需要随时打通那些气流通道，以确保在肉体报废之前的最后关头，可以爆发出最强的能量来逆转散功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和点赞哟。